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看到壮丽美景的当下，要提醒自己别忘记呼吸。缆车很快就抵达海拔约3160公尺的艾格冰川站，中间还出去走了一下。当时是我生平第一次踏在雪上，太兴奋了。隔天一早，我们团体移动到少女峰，早上还在饭店前面看到火车经过，差点忘记自己在海拔超过1000公尺的地方。接着我们前往格林德瓦转运站，搭乘艾格快线。中间导游有推荐喝 Red Bull， 个人觉得蛮有效的，起码全程没有高山症等等不适症状。大家可以参考到转运站时顺道买一瓶。哦，对了，在转运站看到超大白水晶，我这种水晶迷看到根本就黏住不想走了。肚子还有标志它是在几公尺开采的，超酷。从格林德瓦站到艾格冰川站只要15分钟。其实缆车内部位置比想象的还多，共4排座椅，我们整团都还绰绰有余哦。艾格快线的缆车耗时8年规划施工，于2020年12月全面启用，全线约6.5公里，共有44个缆车车厢，一部车大概可以坐30个人。景观玻璃面积很宽敞，就像置入在360度的梦幻泡泡中，脚下的风景一览无遗。缆车不会太晃动，非常平稳。我当天搭乘的天气非常晴朗，阳光也十分耀眼。这边就安静一下，让大家好好欣赏。前面还是森林小镇的童话峰，接着就变成雪白国度。这个角度拍过去，看到的都是艾格峰北壁。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看到壮丽美景的当下，要提醒自己别忘记呼吸。缆车很快就抵达海拔约3160公尺的艾格冰川站，中间还出去走了一下。当时是我生平第一次踏在雪上，太兴奋了。接着迎接我们的是少女峰的齿轨列车，搭乘这台列车就能前往海拔3454公尺，同时也是全欧洲最高的火车站。那这部齿轨列车其实也见证了人类铁道兴建的里程碑。你可以想象吗？铁道总长9公里，其中有3/4的路段都是在冰河底下隧道岩壁里通过，可以想见工程艰巨。踏出车站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阿雷奇冰河。哇，要记得呼吸。眼前这些冰块被推挤而成的裂纹，就是冰河曾经活动过的痕迹。这条冰河据说每年都在缩小范围中，同时也被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内。眼前就是有欧洲之巅之称的少女峰本人，可能你会好奇为什么是叫少女峰？据伯恩高地的居民所言，每年初雪会先降在少女峰上，初雪象征了纯洁和新生，所以有了这个名字。关于少女峰，还有另一个传说，传说老头艾格想骚扰少女，上帝安排僧侣在中间作为守护者，这也是挺有趣的。火段附近的斯登克斯观景台可以更清楚地俯瞰欧洲最长的阿雷奇冰河。这边顺便工商一下，看完少女峰下楼可以到表柜买少女峰限定的表。听到限定2字是不是就心动了？拜见完神圣的少女，该我们这些人类去玩耍了。冰宫乐园真的很大，非常推荐大家入内参观哦。
后来看到超多人在写明信片，我也寄了明信片给自己。中午我们就在景观餐厅用餐，鸡腿配薯条，不能说有多美味，重点是配上窗外无敌冰河雪景，还是蛮享受的啦。乘坐缆车返回的途中，最后再记录一下这阿尔卑斯山群的美貌，就像在和一群青春无敌的少女们说再见。之后回到饭店，导游带我们去他的一个秘密景点，我们看到了当地人家养的羊，好可爱哦。离开格林德瓦，接着大巴行程来到本次旅游的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搭乘黄金景观列车。全程分成3段，我们搭乘的是第1段和第2段。这边插播一下，我去的时候还看到这个有熊的图案，好像是另外一种路线的列车，不太知道，知道的话可以下方留言哦。里面的位置都蛮大的，景观玻璃窗也都非常大，不用害怕坐得不舒服。黄金列车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4季都适合旅游，春天看湖泊山谷，夏天看花草树木，秋天看树叶转红，冬天就是踏入冰雪奇缘的世界。无论你何时来，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景色。那我们旅行的时节是春季，所以看的就是绿地山坡，远方是阿尔卑斯山雪景，大面积的景观玻璃窗，全程都欣赏着这种冲突式的视觉刺激。搭乘黄金列车时，每个座位都会配有耳机导览，每到有导览解说的地方，车厢都会传来提示音，提醒游客戴上耳机。这点我觉得很亲切，切换到不同频道，对应不同的语言还有音乐，这样的安排会让游客对眼前的景色更加深入其境。我觉得台湾的铁道旅游感觉也可以学起来哦。不时还可以看到窗外有牛在吃草。整趟黄金列车前1个小时都是在欣赏山景和远方雪景，后半段开始来到大山大湖的地区蒙特勒，是个位于日内瓦湖畔的城市，有日内瓦湖明珠的美誉。这里其实也是黄金列车的起点哦。在蒙特勒湖畔大道走着，真的随便拍都像油画一样。雪山下的大湖景观和对面法国的壮阔山景，彼此透出一种静谧的和平气息，高贵又高雅。当时也看到非常多台湾少见的花草植物，还有美丽的郁金香。其实如果你是自由行，蒙特勒真的可以排1天，在这里停留享受一下很 chill 的气氛。尤其是出国好几天，一直移动其实挺累的，中间就需要像蒙特勒这种稍微可以喘息的城市。每年7月也会举办蒙特勒爵士音乐节，在广场也可以看见皇后乐团主唱弗莱迪的铜像哦。接着来到西雍古堡，建于11世纪，是瑞士相当具有历史性的建筑。它建立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本来是当军火库用，但这里是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后来就变成皇室寓所，长达4个世纪之久。这里也曾关过200多名囚犯，其中一位是弗朗索瓦·伯尼瓦，他是15世纪时提倡日内瓦独立主义的神父，后来被囚禁在此。
他被拴在其中一个大柱子，活动范围甚至不到1公尺。这般折磨人的囚禁生活还长达整整6年，只为了替当时的人民争取自由。后来呢，英国大文豪拜伦在数百年后到此游玩时，得知这段往事，就有感而发地写下名扬后世的作品《西庸的囚徒》，借以警示世人自由的重要性，从此让西庸古堡声名大噪。那为什么我特别要简述这段历史呢？因为其实西庸古堡它本身并不大，对比物质建筑本身，它过去曾经历的风霜和肩负了历史意义，若没有了解，真的很可惜。我还记得当时回到游览车上，我脑海依旧播放着走进地窖，看见神父被囚禁在柱子旁的画面。他的痛苦遭遇太揪心了，让我眼眶泛泪好久，所以特别拉出来和大家分享。真没想到这集是这样感伤的结束。接着下一集就是前往策马特咯。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你订阅。我们再见咯。